摄治疗视频，被吐槽炒病，赵露思复出遭遇舆论风暴。赵露思，一个在娱乐圈备受关注的名字，她的复出之路却伴随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被同情到被吐槽，她的故事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复杂真相？让我们从头梳理这一切。观众从同情到厌恶的转变。1月27日，新浪网的一则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赵露思的复出本应是一场令人期待的盛事，但却让不少观众感到反感。一位拥有超过1000万粉丝的知名博主发文指出，赵露思在治疗期间登上热搜近200次，而复出后的第一天又有近30次热搜，热度高得惊人。博主质疑，这些热搜的背后是观众真正的关注，还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营销？当这个问题抛出时，观众的回应显得出奇一致，不仅没有心疼他，反而感到厌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情绪转变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最初，赵露思因病情曝光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她坐轮椅吸氧、虚弱不堪的画面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的健康状况自然容易成为舆论焦点，观众也愿意给予同情。然而，当与之相关的热搜一次又一次的涌现时，这种同情逐渐被疲惫和反感所取代。许多人开始质疑，这到底是一次真情流露，还是一场有计划的营销行为？更值得深思的是，观众的情绪变化是否也透露出对娱乐圈整体生态的失望？近年来，明星通过各种方式制造话题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让公众对类似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了警惕和怀疑。当大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可能被商业化利用时，那种被愚弄的感觉自然会转化为厌恶。在这种情况下，赵露思不仅没有及时调整策略，反而继续通过高频曝光强化存在感。这种行为无疑加剧了观众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公众对明星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希望看到的是真实、自然的状态，而不是精心策划的剧情。赵露思如果能更真诚地面对大众，也许舆论的走向会截然不同。家人冷静拍摄治疗视频引争议。1月26日，赵露思的经纪公司发布了一段治疗过程的视频，其中包括她的外婆陪伴她的画面。一些网友认为，这些视频看起来过于精心安排，甚至显得刻意做作。一位观众评论道，如果家人看到她抽搐、无法呼吸，怎么可能冷静地记录下这些画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慌乱的反应，而不是拿着镜头拍摄。这一评论直接击中了事件的核心。面对亲人的痛苦时，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是关心和帮助，而非冷静记录视频。这种不符合常理的行为让观众对赵露思团队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试想一下，一个人在病痛中挣扎时，家人却忙于拍摄，这种画面带给人的不是感动，而是刺痛。观众质疑的并不仅仅是视频的真实性，更是这种行为背后所体现的冷漠和功利。或许团队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真实记录拉近与粉丝的距离，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这段视频被发布后引发了对隐私权的讨论。作为公众人物，赵露思的病情自然会成为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所有私人时刻都应该被公开。当她的脆弱和无助被呈现为一种可消费的内容时，观众感受到的并不是共情，而是强烈的不适。此外，家庭成员在镜头前的表现也让人感到不自然。外婆的出现本应是一种温情的体现，但视频中的画面却被批评为过于刻意。这种刻意让原本可能感人的瞬间失去了应有的真诚。观众想要看到的是未经修饰的情感，而不是经过剪辑和包装的产品。或许，赵露思团队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保护隐私和与观众互动之间找到平衡。真实的力量远远超过表演的技巧，只有真诚才能赢得观众的信任。从轻微中风到抑郁症，事件时间线。让我们梳理过去1个月赵露思的相关动态。12月27日，赵露思因突发轻微中风被紧急送医。粉丝拍到她疲惫不堪，坐在轮椅上无法直立行走。12月28日，急诊视频流出，赵露思吸氧的画面成为话题。
12月31日，朋友周瑞曝光了他5年前被上司辱骂的经历，并晒出求救信息截图。1月1日，赵露思发布长文，透露自己患有抑郁症长达5年，并公开了治疗视频和病历。1月15日，宣布即将复出。1月25日，复出后首次亮相，并发布了关于慈善活动和战胜疾病的声明。这条时间线清晰地展示了赵露思如何一步步将个人健康问题转化为公众话题，而其中的每个节点几乎都伴随着大量的热搜和讨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赵露思的团队在事件处理上确实具有高超的话题制造能力，每一个时间点都精准地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从最初的送医画面，到后来的病情公开，再到治疗视频的发布，所有内容都经过精心设计，确保了持续的热度。然而，正是这种精心设计让人感到疲惫。公众对赵露思的关注从最初的关心逐渐转变为质疑和反感。许多人认为，这种高频次的曝光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甚至有利用病情博取流量的嫌疑。此外，赵露思在短时间内完成从病情爆发到复出的转变，也让不少人感到不解。抑郁症作为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怎么可能在短短1个月内痊愈？这种神速康复的叙述不仅引发了对他病情真实性的怀疑，也让真正的抑郁症患者感到不被尊重。归根结底，公众对赵露思的情感变化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娱乐圈如何在商业化操作与个人真实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明星和团队一味追求流量而忽视观众的感受，那么这种短期的成功最终只会带来长期的失望。频繁热搜，观众的不满。赵露思的高频率热搜成为了众矢之的。以下是部分网友的典型评论：真正的抑郁症患者需要长期治疗，赵露思却能在1个月内复出，难以置信。频繁热搜背后揭示了娱乐圈运营团队如何操作明星话题。赵露思从病情到复出，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伴随着精心设计的话题和宣传。然而，观众对此类营销手段的容忍度逐渐下降。在当今社交媒体主导的时代，观众早已学会辨别真情实感和话题炒作。有网友指出，这种营销方式不仅耗尽了观众的耐心，还让真正需要关注的人群蒙受不公。特别是对于抑郁症这样的敏感话题，过度消费会让病症的严重性被弱化，甚至被误解。一位曾经历过抑郁症的观众评论说，抑郁症患者需要长期的心理疏导和环境支持，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赵露思的行为让我们感觉到一种被冒犯的虚假同理心。而这种营销策略的另一大弊端是将明星推向更高的道德要求。过度曝光带来的负面效应，让观众对明星的一举一动产生更高的审视，甚至引发反感。赵露思或许需要反思，他和团队的热搜策略是否正在侵蚀他的公众信任。疾病营销，娱乐圈的新套路。在娱乐圈，明星通过分享个人生活拉近与粉丝的距离早已司空见惯，但将疾病作为宣传工具却格外敏感。赵露思的案例让人不得不反思，这种通过揭露个人伤痛来吸引关注的方式是否真的合适。首先，疾病本身是一个私人且严肃的话题，尤其是抑郁症这种需要专业理解和治疗的心理疾病，更应当被谨慎对待。当明星将自身病情公之于众，意图引发同情时，背后往往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商业考量。然而，这种做法很可能会让观众产生反感，认为他们是在利用病情牟利。一位心理学研究者评论道，抑郁症并不是一种可以被轻描淡写的标签，它需要患者、家庭以及社会多方的努力。将疾病营销化，不仅有可能误导大众对病情的认知，还会加深对患病群体的误解。其次，过度曝光也让真诚这一关键品质受到质疑。在大众心目中，明星的生活原本就远离普通人的真实世界。当疾病被过分包装为一场表演时，观众对明星的信任感自然会减弱。而失去信任的后果是观众对明星和其团队的抵触情绪逐渐升级，甚至波及到他的职业生涯。然而，这种操作方式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娱乐圈中。
因为它短期内确实可以带来流量和热度，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营销手段可能会彻底消耗掉明星的公信力和好感度。赵露思的团队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的验证。赵露思如何挽回口碑？目前的舆论显然对赵露思不太友好，但她依然有机会挽回自己的公众形象。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重新赢得观众的信任。首先，减少不必要的曝光。频繁的热搜和话题已经让观众感到疲惫，尤其是在敏感话题上的过度营销更是引发反感。赵露思可以选择低调行事，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借助高质量的作品重新吸引观众的目光。优秀的表演和作品永远是明星最有力的武器。其次，真诚沟通是重建信任的关键。赵露思可以通过深度采访或公开声明的方式，直接回应外界的质疑，同时表达她对这段时间事件的反思。真诚的态度往往能够化解公众的敌意，并让她的形象更加立体和真实。此外，参与公益活动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特别是针对抑郁症患者的相关慈善项目，赵露思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发声。这不仅能够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负面情绪中引导出来，也能够向大众传递积极的信息。最后，他和团队还需要认真反思，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公众形象。娱乐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领域，过度营销只会适得其反。真正的明星是通过时间和实力来赢得人心的，而不是靠短期的热度和话题。赵露思能否从这场舆论风暴中走出，取决于她和团队未来的每一步选择。观众愿意看到一个更真实、更有深度的赵露思，而这需要她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赵露思的付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大量的负面评论。这提醒我们，在公众面前，真诚和分寸感比任何精心设计的营销手段都更加重要。感谢大家读到这里。如果你对本文的内容有任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讨论。也请大家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第一时间获取更多最新娱乐动态。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别忘了点赞和分享哦。